杨勇家都查过了，没有任何发现。知道了。这些人能把东西放去哪儿啊？问他。不要看着我，我也不是永远都有答案的。大刘家也没有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呀，也算又排除了一个地方。大家一定要仔细搜查。老马，这案子都破了，那些东西能不能慢慢找啊？就抓着几个小毛贼，让国宝流失在外边，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失败。可是从早上到现在，兄弟们还没吃没喝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这个老东西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，你还好意思叫苦啊？快找吧。是。老规矩，一人一个。说吧，你选哪个？我选他。哼，我就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第一，审问他的难度肯定远远超过他；第二，审问他的乐趣也肯定远远高过他。说到点儿上了。杨勇，你是个知识分子，熟知法律，通晓人情。如果你能坦白，我可以考虑在法官量刑时为你说话。我已经知无不言了。给我布置计划的人是赵化，除了他，我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。我也知道他的背后另有其人，但究竟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只是各取所需，各就其位。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，能让你干出这种勾当？如果这5件宝物能够顺利地弄出来，其中的1件是属于我的，然后你再转手把它卖掉。很想念外面吗？一点都不觉得。你为了见我一面，这么大费周折。本来我有另外一个计划，就是开一个派对，所有人都是你的陪衬。我一点都不喜欢派对。为什么呢？人那么多，又闹哄哄的。还担心别人会偷东西。这个我倒一点都不担心。通常的情况都是反过来的。哼，你终于承认了。这根本不关钱的事。我从术法之年开始就研究文物，著书立说。这么多年以来惨淡经营，也算得上是无欲无求了吧。但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乐趣，那就是每日里能和那些国宝终日厮守在一起，去感受他们的光芒和气息。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。但是你们这些人，如果没有对某些事物狂热的追求的话，你们根本就是无法理解我的。那些个东西离我这么近，可他们却不属于我。他们的主人都是一些粗鄙之人，叶公好龙，附庸风雅，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的乐趣。这些国宝落入他们的手中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明珠暗投。这样打情骂俏的话，也可以被当作呈堂证供吗？不能。但是你现在是在 DPI 的审讯室里，面对的是一个独立检察官。你要是不坦白交代的话，就不会走出这房间。开始吓唬人了。来，让我看看你手里都有什么牌。人证，除了你以外就没有了。物证，我上学时候曾经用过的一个搪瓷碗。
在青花瓷上有我的指纹。不过我恰巧是博物馆的文物监护师，上面有我的指纹太正常了。好啊，文物监护师，你的幕后主人是谁？是亨利·梅森吗？先生，你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。如果我说是，就代表我承认犯罪；如果我说不是，就代表我另有主使。所以我只能回答你。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。就为了这个，你就可以出卖良心，监守自盗，甚至不惜杀人吗？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了，你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我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赵化有没有对你提过什么人或者什么地方？也许他提过，但是我根本就不上心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呀？你被利用了，知道吗？他们只是以此为诱饵，等文物一到手，就会把你踢到一边逃之夭夭。而那些文物呢，会被卖到国外，成为某个富翁客厅里用来炫耀的摆设。这是你乐意看到的吗？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们掌握的情况比你想象的多。现在就是给你个机会。靠近被审讯方，缩短身体距离带来心理压力。包拯，你真的江郎才尽了吗？我不想这样的，只是因为面对的是你。暴露自己的缺陷，使对方投桃报李。如果你了解我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些心理手段对我从来都不奏效。等你们追回了那一批文物，再让我看一眼，行吗？你真的很不错。谢谢。都不张口，这怎么办啊？说不定这些国宝早都运出德城了。哪有那么快？车站、码头、港口都被及时封锁了，没那么容易托运出去。5件文物涉及了这么多人，这么长的过程，不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毫无破绽，不留下任何线索。没错，1年前的李浩失踪案看作是起点的话，那么在这画一条时间轴，到这里，珍宝室的盗窃案是终点。在这条时间轴上，所有的细节和犯罪人员都在上面，大家看看漏掉什么没有？把证物都拿过来。好。那证物。大家看看，这梅森的钱可真不少啊！一定要仔细看，一件东西都不要错过。老王，来看，看见没？还有这儿。妈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站住！过来，给妈妈抱一下儿子。你看，我给大家做的素菜包、青菜馄饨，热的，赶紧吃啊！哎，公公呢？这儿吃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哎，这儿呢，他在这儿呢，嘿嘿。公公，妈妈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我得好好的批评你啊！
我给你买了票，让你跟蓝燕去看杂技表演，结果你告诉我你很忙，你没去，票买了没得退。我们2个女人去看那种无聊的杂技团，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解释？妈妈，我真的是很忙。你道歉。不错，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不错不错，你好好看看黑板上这些东西啊，这些细节能让你想到什么？看能让你想到什么啊？巨魔、侏儒、飞刀钻头。你说的是杂技团？没错。对呀，巨魔的手法、行动特征，还有这些道具，都说明他们是杂技团的人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有一个英国的杂技团在德城表演呢，还是我做的专访。哎，就是这儿，你看。哎，我给你们暗示，你们听懂了啊？杂技团呢？啊，你来的可真是太棒了！我突然间有灵感，大家吃完了吗？抓人！走，抓人？去哪儿抓呀？啊？哎，去哪儿？不是，还没吃完呢。哎。大爷，杂技团的人呢？走了。什么时候？刚走了没多久。说是回英国，演出去了吧？追！走。站长，码头周边的路已经全部封锁了，我们在这守了半天了，没有发现杂技团的车辆。怎么会呢？也许是换成了其他车辆。阿辉，你带 A 组去1号码头，老马，好的，带 B 组去2号码头。好，发现可疑的人扣下来。头儿，这是邮轮班次表，3号码头有开往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。侦查和 C 组跟我来，记住，罪犯的手里有文物，大家不要鲁莽行事，明白吗？是。出发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他们要去的不是英国，而是香港。你怎么知道？还记得梅森钱包里的钱吗？其中有一大半全都是港币，所以他们的目的地应该是香港。糟糕，马上去天水码头，出发！包检察官，还有各位长官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。回去了，我要跟我老板商量，给你们免费上人身意外保险。DBI， 所有探员都上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你真的要为 DBI 所有人上人身意外保险吗？啊，你确定吗？
可惜啊，还是少了一件。齐老，全部都搜遍了，就是没有找到那件汝窑莲花温碗。我们把抓到的罪犯统统审了一遍，居然没有人知道那件国宝藏在哪儿。一件900多年的传世珍品，就这样没了。季老，您放心吧，最后一件国宝也一定会完璧归赵。拜托了，包先生。来，这样吧。进去吧，怎么了？那只猫好像不太喜欢我，我不进去了。你们进去吧。啊。哎，小家伙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哟，公孙探长，干嘛？过来看看。找到了。让你来看看小猫咪。你又拿我寻开心是吧你？你还想不想要温婉了？你又打什么馊主意呢？莲花温婉。这就叫观察盲点，往往我们忽略的，其实就在我们眼前，只是视而不见罢了。刘少那天拿着他回来的时候跟我说，在给我养个孩子之前，先养一只小猫。这个小猫碗是他送给小猫的礼物，让我好好留着它，不许丢，也不许碰。好了，本案就此结束，你输了。请你们吃饭。都找到了？找到了。真没想到，是我亲手修补好的乌盆儿，把我送到今天这个地方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当初没有修补好它，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？没有你，别人也会修补；没有这个乌盆，你也一样会入狱。这就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没错，有一些偶然的事情，往往都隐藏着必然的因果。我选择干这一行，与世间最美丽的器物打交道，在博物馆里修补文物。从第一天起，我就已经决定了要在这个地方终结。只可惜啊，季老师已经双目蒙眩，李浩也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等我再闭上这双眼睛，后世恐怕再也无识货之人。急缩手，且抽头，免使身心昼夜愁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作怨尤。
扰乱社会治安罪。谁叫你查无实证，证据不足呢？我倒是觉得有个前科，也挺有趣的。哪儿有趣啊？有趣是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理由，也是我做事情最大的诉求。怎么？难道你不是这么认为的吗？我承认，是。那这么说来，我们是一种人了。你在以偶然存在的共性抹杀最大程度的个性。我承认了那些，但并不代表我跟你是同一种人。这么说来，你跟我朋友倒是同一种人。那你真是交了一些非常不错的朋友，有机会能介绍我认识一下吗？改日吧，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的。我现在呢，只想赶紧回到家洗个澡，然后好好的睡上一觉。我猜你现在要做的，肯定不是这些。那你也只是猜猜而已。那我猜的准不准？包检察官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案子已经结了，你没有找到证据，你还能一直抓着我不放啊？因为我对你实在是欲罢不能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不跟来吗？这会儿不。后会有期。包拯其实是故意放我走的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。这次的计划，我整整准备了12个月，他却不到12天就破了局。哼，看来这次是遇到对手了。好，这样我们下面的游戏就会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。这么晚了还来医院看急诊啊？没办法，孩子发烧了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圆月能让你想起什么？是月宫中的仙子，还是都市中的狼人？据说，月亮盈亏不仅能引发潮汐的变化，更能影响人体体液的循环，让人做出疯狂的行为。所以，对于警察来说，恰逢圆月，便是一个忙碌的夜晚。
现在都没哭。洋洋，该起来喝奶了。洋洋，该喝奶了。而对于有心魔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夜晚总是格外的脆弱。兄弟们这么辛苦，我也来凑凑热闹。哈哈，八大哥，探长，吼，耶！你现在就去忙吗？今天真过瘾，怎么样？待会儿我请你喝一杯。抓几个毛贼有什么值得庆祝？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。包正，有人在办公室等你。谁呀？自己去看吧。随便动别人东西可不是好习惯。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多久吗？哦，按照规定你应该上周就来，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应该是在监狱里面度过。你在开玩笑的吧？我要是开玩笑的话，会比这有意思的多。你现在是在保释阶段，必须每周来 DBI 报到一次。不许触犯法律，不许离开德城，不许。是，我还不能乱扔垃圾，不能乱吐痰呢。没错，犯法是有代价的，自由是有条件的。检察官，不好了，快去中心医院。谁啊？局长、议长全部都到了。好的，你们去通知吧。好，来。通知市议会，今天上午的会议暂时取消。局长，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电话里只说情况很紧急，但具体还不清楚。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，昨天晚上就在这家医院里失踪了。失踪孩子的家人一定是大有来头的，哪位政要啊？局长，您接着说。保证说中了，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德城市议长赵迅。他？哇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赵议长的情况，你们了解吗？了解，又不了解。他上媒体的曝光率好像比电影明星还多。去年还娶了比他小20岁的模特。大家都说他是一树压害。赵迅是有些过于高调，但是他志在改善民生，打击罪恶，
在市民中的口碑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他也是下一届市长最有力的竞选人之一。我愿意投他一票。这些都不重要。这位赵议长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咱们警方办案不力，低能低效，是德城市犯罪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如今出现这么大的事，不正让人抓住把柄吗？他现在人正在院长办公室等着呢，1小时以后听你们的汇报。哇，才1个小时，够用。是啊，有包检察官在，我看连半个小时都用不了。谢谢。事关重大，别让我难堪。是。哟，检察官，老大，你们可算来了。你们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可真是六神无主了。我。说说情况。根据昨天晚上陪床那个奶妈交代，孩子应该是在半夜2点之前被偷走的，而且他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。可以肯定，罪犯是在趁他熟睡之后下的手。可是罪犯的作案手法和案发现场都非常奇怪。看见没？本来孩子好好的睡在这儿，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变成一只死猫。这个案子有点意思，狸猫换子。探长，你说这罪犯不会是戏迷吧？少球，什么戏迷？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绑架案。根据以往类似案件的经验，案发后的48小时极为重要。如果在这个期间不能救回孩子，那么孩子生还的可能性只有不到2成。整个现场我们已经勘察过了，门和窗完好，没有被撬过的痕迹，而且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。医院的人也都排查过了吗？基本上都问过了，他们都说没看到也没听到什么。唯一的疑点就是昨天晚上在儿科病房值班的李护士，到现在都下落不明。值班护士，这案子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极有可能是内部人干的。老大，这是昨天晚上的查房记录，您看看。12点15分，这个李护士还到205查过房，嫌疑很大。展超，马上去查一下他的联系人和极可能去的地方。是。你不用费神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李护士根本就不是一个罪犯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要是想绑架一个孩子的话，会把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这个查房簿上吗？罪犯的手法非常的老道，而且计划周密。用狸猫把孩子换走，绝不是心血来潮之作，而是有某种特殊的意味在里面。莫名其妙，现在是孩子失踪了，你跟只狸猫较什么劲呢？不要白忙活了，这个时髦的护士小姐现在应该还在医院里头。小二命，知道那个包值多少钱吗？多少？你3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只能买1半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李小姐并不是名门望族，她节衣缩食买了一个这么昂贵的奢侈品，一定是对她爱护有加的。她要是离开医院呢，一定会带着这个包。女人嘛，对待男人是可以绝情狠心的，可是对待自己心爱的包包，从来都是相依为命的。哼，谬论。公孙探长，就是因为你太不了解女人，所以你现在还是光棍一个。你呢？我嘛，那你说说看，他在哪儿啊？跟我来。
小二面，进任何一扇门之前，一定要先看一下门牌。你怎么知道李护士就在这里啊？显而易见呢，李护士的更衣柜里面有不下3个打火机，香烟盒配赠的日历卡有这么多，这说明她是一个资深的烟民。可是更衣柜里面只见到打火机，却没有看到香烟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么她一定是偷偷的跑去吸烟了。能够不出医院，又可以最方便吸烟的地方，会是哪里呢？洗手间。事儿干了吗？我是在帮护法医打下手。不，我去那边警戒啊，警戒。辛苦了啊，兄弟。应该的。死因：死者眼睑出血，嘴唇发干，手骨骨折，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和皮下出血。致死原因应该是窒息死亡。致死凶器应该是一条4厘米宽度的绳索，或者布带条。啊，是勒死的？肯定是一个强壮的男人做的。不，应该是一个女性。啊？不会吧？公孙探长，你说呢？没错，凶手是名年轻女性，年龄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，身手敏捷，体型匀称，是个惯犯，相貌一定端正，漂亮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很具有隐蔽性。我是不是漏掉什么呀？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哎呀，你说你跟了我那么久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哎呀，展超，我看算了吧，你还是别升职了。雪莉姐，雪莉姐，你想想啊，死者的护士服被脱掉了，难道凶手拿去做纪念啊？我知道了，凶手能穿上李护士的衣服，就代表他的身材是一个很标准的男人。女人。孺子可教啊！来吧，你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个垃圾桶里面有根才抽了2口就熄灭了的香烟，说明李护士在抽烟的时候，凶手走了进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。而根据李护士在挣扎时鞋子在门上留下的痕迹来表明，她应该是走到门口的时候背对着凶手发生了袭击，说明她毫无防备。而这个凶手的样子应该极具隐蔽性。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睁大自己的眼睛。杀手虽然心思缜密，但还是有所纰漏。死者的指甲缝里找到了某种黑色纤维，应该是死者撕扯绳索时留下的残余物。我同意。
凶手的纰漏还不止这一处，你们来看这儿。凶手在这化过妆，掉落了一些香粉的粉末。小雨，交给你了。好的，你确定就是那个时间段见过他开车？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两位老大，他说昨天晚上他见过一个女人，跟凶手长得特别像。昨天夜里啊，你们说的那个时段，总共就出去了3辆车。我记得有一辆是个女的开的，看侧脸长得还蛮标致的。他开的什么车？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别克小轿车。咱们医院夜间进出的车辆都是有登记的。D1905，老大，这下有线索了。没用的，这车要么是偷来的，要么就是假牌照。小玩命，你以为这罪犯都跟你似的，那么笨呐？你要都像他一样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别拿我寻开心了好不好？都什么时候了？嗯，把凶手特征通报下去，全力追查。是。